我们的频道讨论了很多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别人是否喜欢我们或对我们有浪漫兴趣的微妙迹象，但反过来呢，小伙伴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对你表现得很礼貌，但你就是有挥之不去的感觉，他们只是虚情假意，或者只是认为自己和某人是朋友，甚或者发现自己的感觉彻头彻尾就是单相思。如果你的答案是，那么你可能会想，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别人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即使我们不这样认为，或者即使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不喜欢我们，那么幸运的是，心理学可以提供帮助。在过去几年里，有大量的微妙迹象研究表明，有人偷偷的不喜欢我们，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驾驭我们的友谊和社交生活。话不多说，如果有小伙伴想了解这些迹象，就来看看7个有心理学支持的值得留意的迹象。1. 让你感到困惑。直觉上，如果开始感觉到有人不喜欢自己了，即使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还喜欢你，也可能值得深究，因为这些感觉并不是空穴来风。研究人员桑德拉和扎伯克茨基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理解纯粹被拒绝的经历，即使拒绝从来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当事人仍然可以在他们的直觉中感觉到有人不喜欢他们了。2. 话不明说。我们都知道，当有人被你吸引或对你感兴趣时，你可以通过非语言暗示和肢体语言来判断，对吧？那么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来发现别人对我们暗戳戳的不喜欢。按照前联邦调查局特工肢体语言词典的作者乔·纳瓦罗的说法，如双臂交叉、双腿交叉、保持距离和目光游离之类的封闭肢体语言，都可能表明缺乏尊重和关注。更微妙的迹象还包括，当他们和你说话时，他们的脚指向你，或背对你，慎重其事地反复侧过头，明显缺乏身体接触。3. 区别对待。别人不喜欢你的另一个迹象是，他们在你身边的行为和在其他人身边的行为不一样，所以要留意对比一下他们是如何与你互动的，以及和他们如何和亲密朋友互动。他们是更有礼貌、更谨慎，还是对你更粗鲁？他们笑得不多，讲的笑话也不多吗？他们有没有看上去好像在你身边如履薄冰？那么这是真的，是很典型的，在我们不太亲近或不太了解的人身边的做法。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些都是他们所谓的隐性同伴评价的迹象，这意味着他们在你身边的行为会有所不同，因为他们仍然在猜测他们是否可以信任你，愿意和你做朋友。而且如果他们已经这样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你的某些方面。4. 反唇相讥。你所谓的朋友有没有经常对你冷嘲热讽、反唇相讥，或者向你发出带有被动攻击性的信号，坚持认为没有任何问题？这样的行为表明你们之间可能有一些挥之不去的怨恨。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比抓住过去不放并拒绝提起能更快地破坏掉一段友谊了。根据一项研究称，他们在你身边也可能会更烦躁，因此花更少的时间和你在一起。5. 自说自话。如果你想知道一个特别的人是不是不喜欢你，回想一下你和他们最近的几次谈话，你们通常都聊些什么？如果答案通常是他们以及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不喜欢你。为什么这么说？根据沟通专家梅拉尼安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无声沟通的研究》中的说法，单方面而自我沉溺的对话表明这个人实际上并不喜欢你这个人，而是喜欢你对他们的关注。6. 社会排斥。有没有曾经发现你的朋友聚在一起去了什么地方而没有带上你，或者他们搞了一个聚会却忘了邀请你？不管他们的借口有多好，如果这种情况一次又一次的发生，那么这就是故意的社会排斥。根据凯伦·拉特兰和 J. 保罗的一项研究，当有人有意排斥你时，这意味着他们要么不喜欢你，不把你当朋友，要么是和不喜欢你的人是朋友。7. 不接你电话，不回消息。最后，但肯定不是最不重要的，如果你想知道别人对你的真实感受，那就看一下手机里和他们的通话记录，有多少他们没接的电话，他们都回给你了吗？有多少消息他们已读未回？按照研究人员弗朗西斯科和戈佩兹在2021年发表了一项名为《从最好的朋友到沉默结束》的研究，探索了幽灵式社交和非浪漫关系的概念。在当今这个持续互联的时代，这种行为真的没有借口了。当然，他们可能只是需要自己的
空间，或者有时会感到社交枯竭，但似乎当只有你在的时候，他们就会玩无声无息的消失，那就意味着他们要么已经失去了兴趣，要么一开始就没有兴趣。大家对我们提到的东西有什么共鸣吗？看到这些迹象，有没有让你特别想起谁？俗话说，无知者无畏。如果睁大眼睛看清这些征兆，会让你受到伤害，你可能会觉得确实如此，但相信我们，知道谁是自己真正的朋友总是更好的。如果你的生活中现在有一个人暗戳戳不喜欢你，只是假装是你的朋友，或者对你怀有敌意，那么最好远离这些人，不要强迫他们喜欢你。了解自己的价值，培养积极的人际关系，就会笑着放手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比如别人对你的感觉。如果有小伙伴认为我们遗漏了一些迹象，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认为判断别人是否不喜欢我们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